最近几天，瓦格纳的老板普里格金又开始怼俄罗斯国防部了，不仅指责俄正规军不帮忙，还专门拍了个视频威胁绍伊古等一众高官，称自己将带着瓦格纳在5月10号撤离巴赫穆特战场。那么究竟是什么事情让瓦格纳如此愤怒？面对瓦格纳的指责，俄国防部又该如何应对呢？咱们接着往下看。其实呢，瓦格纳对俄罗斯国防部这件事情，自从开战以来啊，就没少发生，不是抱怨俄军卖队友，就是抱怨后勤供给不上，使得人们一度以为瓦格纳军心不稳，这是在战场上是十分致命的。不过呢，在瓦格纳开始进攻巴赫穆特之后呢，事情似乎有了好转，俄罗斯仿佛也正式将这支雇佣兵队伍当成了主力，开始为其配备应有的待遇。但是好景不长，就在5月5号当天，瓦格纳集团创始人叶夫根尼·普里格金在其新闻处的 Telegram 频道发布新视频，向俄军高层再度爆了粗口，抱怨前线弹药短缺的情况。视频中呢，普里格金手持着小型手电筒照明，站在数排阵亡的瓦格纳士兵前面，指称这些是瓦格纳集团在过去1天战斗中损失的人员。随后呢，普里格金小手一指 ，rap 开始。听着哔哔哔的消音啊，就知道这个男人当时是有多么愤怒。他言辞激烈地抱怨俄军方提供的弹药不足。他表示，我们有70%的弹药缺口。绍伊古、格拉西莫夫，弹药在哪里？普里格金称啊，如果他的部队得到足够的弹药，死亡人数会减少5倍。在骂完之后呢，普里格金还威胁俄国防部，瓦格纳部队会在下周3，也就是5月10号之前，将其部队撤出巴赫穆特。他表示，之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撤离呢，是给大地面子了，不在胜利日当天让普京下不来台。瓦格纳部队将在巴赫穆特前线待到5月10号之后，他们将把阵地移交给国防部部队，剩余力量撤回瓦格纳补给营地，以便舔舐伤口。这里的大兵个人还是非常理解普里格金的。瓦格纳自从去年7月开始，已经对巴赫穆特展开了9个月的进攻了。虽然目前控制了巴赫穆特绝大多数区域，但是仍然未完全拿下。据不完全统计，瓦格纳为此战场至少伤亡在1万人以上，其中大部分还都是囚犯士兵。可以说，瓦格纳为攻占巴赫穆特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反观乌克兰军队，随着各国援助就位，在前线的活动也就明显增加，投入了不计其数的人员和炮弹。乌军的反攻可能已经开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反攻巴赫穆特了。在如此紧要关头，俄罗斯却无法满足瓦格纳最基本的弹药需求，好不容易快打下来的城市，却有可能因为弹药不足而丢掉，难怪普里格金如此急躁。但如果瓦格纳将阵地让给了俄军，后者未必有能力保持目前的战线，俄军的相关保障和斗志甚至还不如瓦格纳方面。这一点呢，其实从阿夫迪夫卡和马林卡以及武勒达尔同步的战况就可以看得出来。估计啊，俄罗斯高层可能不会让瓦格纳撤出，大概率会拨划相关弹药。但是普里格金这个人啊，也确实是不给俄国防部留面子，什么话都往外面说，这也难怪俄罗斯国防部一直不待见他。而关于普里格金的抱怨，俄国防部还认为是心怀鬼胎，怀疑瓦格纳借此利用伤亡士兵敛财，将士兵的安葬费私吞，借机做大做强，形成与俄军正规军平起平坐的态势。确实，瓦格纳囚犯兵可是让俄军高层眼红很久，招募不用花1分钱不说，打胜仗后还有功劳拿。连车臣总统卡德罗夫都公开说，当自己不当总统了，也建个雇佣兵玩玩。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俄国防部和瓦格纳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绍伊古呢也十分担忧，瓦格纳这个不合法的公司在俄乌战场上茁壮成长，最终尾大不掉。因此，俄国防部呢也在想方设法地制衡瓦格纳的实力。根据英国情报部门的消息，俄罗斯军方希望拥有一支更容易控制的私人军队，不仅可以节省开支，还能用来制衡瓦格纳。据报道，俄罗斯总理米哈伊尔·米舒斯丁在2月初签署命令，批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成立一家名为波托克的私人军事公司。不过该命令称呢，这不是军事组织，而是根据相关法律允许能源公司创建此类的私人安全组织团体，以保护其设施。除了米舒斯京命令的内容外呢，外界对这个安全组织是知之甚少，也不知道他最终将在乌克兰或者国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0多年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一直是俄罗斯的一个象征。该公司经常被列为俄罗斯最大的公司，为该国及其他的股东和数百名承包商带来巨额利润。一直以来，它做的不仅仅是提取和提炼天然气，它还资助从电视频道到足球俱乐部和滑雪场的项目。现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也开始进军雇佣兵市场了。不过呢，至少这个雇佣兵组织的名头还算是站得住脚。毕竟要在战争期间确保管道和钻探地点的安全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对手的破坏很有可能会发生，比如去年的北溪管道事件。此外呢，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也并不是唯一一家组建了自己的私人军队并派遣人员前往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公司。瓦格纳集团领导人表示，在俄罗斯富有的精英阶层中，建立雇佣军组织正迅速成为一种时尚。这不仅是因为这是一种表达对克里姆林宫热情支持的简单方式，更有可能让他们在未来俄罗斯内部的权力斗争中获得不小的助力。或许在未来，其他的俄罗斯国有公司也会组建属于自己的准军事单位。不过，外界纷纷认为，这些俄罗斯的国有公司组建的雇佣兵和瓦格纳有着不小的区别。除了同样被派往乌克兰参与特别军事行动外，还认为这支军队会为俄罗斯可能的内部动荡甚至内战做准备，以保护俄罗斯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利益。因此，如果用平常眼光来看待波托克这种雇佣兵组织的话，该组织呢可能会比较关注俄罗斯在北极的自然资源。随着俄罗斯经济利益转向与亚洲开展业务，该地区就显得尤为重要。北极在能源基础设施和钻探以及军事设施方面发展迅速，许多国家都参与其中，因此俄方呢肯定是要有所应对的。另外，也有不少人认为，俄罗斯石油集团成立新的雇佣兵公司，就是因为瓦格纳公司需要制衡。现在通过乌克兰战争，瓦格纳集团名声大噪，而且几乎俄罗斯的海外利益都由瓦格纳来保护。对于俄罗斯而言，这些雇佣兵确实使用起来非常顺手，但也等于掐住了俄罗斯国内很多人的咽喉。这些人呢，绝对不想自己永远受制于人，所以呢，在谋求自家准军事组织来和瓦格纳抗衡。不过，大兵个人的观点认为这些新成立的雇佣兵组织主要还是为了乌克兰战争而服务的，因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最终服务的也是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而现在打赢乌克兰战争是俄罗斯的重中之重，俄罗斯所有人都要服务于这一目标。而波托克雇佣兵组织不仅可以帮助俄军作战，还能提升石油利益集团在普京心中的分量。相比瓦格纳集团，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才是真正的庞然大物。该集团可以利用庞大的能源外销资金，形成一个自我循环的军事集团，不但可以和瓦格纳进行竞争，而且未来发展空间也大得多。那么当前这个新成立的雇佣兵集团真的能替代瓦格纳吗？鉴于普里格金和普京的关系以及现在能用的能源大多数都已经被瓦格纳占据，其他雇佣兵恐怕不会像瓦格纳那么强大，战场表现呢也不会有多么突出，而瓦格纳雇佣兵却会因为与俄罗斯以及这些新雇佣兵的竞争，再加上在前线的剧烈损失，其恢复实力会遇到诸多困难。不过至少可以确定的是，这场战争将深刻地改变俄罗斯，连俄罗斯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这样的巨头都在组建雇佣兵做准备了，其他公司是否也应该有相关准备，趁着这一重大变化发生时为自己谋求最大利益呢？对于这支部队的未来，一些西方专家认为主要会加强在黑海的军事存在，因为这里有丰富的海上石油和天然气储备。俄罗斯能以保护管道基础设施为借口，部署到克里米亚或者乌克兰东部进行作战，但是是否直接参与最残酷的巴赫穆特战场还有待观察。除此之外呢，该雇佣兵集团还有可能会被部署在波罗的海的北溪管道周围，或者俄罗斯周边那些拥有天然气管道的国家，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和白俄罗斯，成为一支能源雇佣兵。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政府多次强调该国法律不允许私人军事企业成立，这也是间接否认了瓦格纳集团存在，迫使普里戈金多年都无法承认自己与瓦格纳集团的关联。但直到俄乌战争开始后，普里戈金才终于对外承认瓦格纳的名头。如今看来呢，瓦格纳只会是俄罗斯第一个雇佣兵集团，往后还会有更多的准军事单位冒头。
那么大家对于俄罗斯这些雇佣兵组织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